魔方 2.0 的擎天柱的一个黑色版本天灾，说是叫天灾，你可以叫它黑色擎天柱天灾什么的，不管怎么样吧，你别管它叫啥，就是个黑咕隆咚的这么一卡车吧。这一回它是不带车厢的，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简化版吧，它只有一个车头，包括一些配件什么的。而且我看他在官方微博宣传的时候说，这一回会带一整版的替换手型，也就是和原色擎天柱一样，一整版的板件手型啊。但是呢，这一回巫师给发来的这个样板件里边是没有的，所以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了。这个，难道我又中奖了？而每次样板评测件中奖都是很常见的，这个也是我的欧气满满吧。但是如果说你们去买这个东西的现货的话，它里边会带那个一整个板件的替换手，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要求售后，这里我没有就不给大家展示了。盒子的外包装毕竟是一个没有车厢的版本，所以并不大，而且外边画的这幅图也是很帅气很漂亮的。要我说，这个封面绝对不是出自黄叔的手笔，黄叔画不出来这个，相信我，我们已经大家集体鄙视他很久了。黄叔即将下岗，即将下岗。盒子也是挺薄的，背后这里是一个车型展示。那我们看内容物吧。说明书、人物卡，人物卡也是这种信用卡的材质，魔方的一个特色啊。因为我这回的样板缺了那个替换的那一堆手型啊，所以只有这一兜的配件。武器、大枪、大斧，大斧也是有上这种绿色的金属漆涂装，还有这个可伸缩的烟囱，以及这个拖挂的后边的架子，还有这张烂脸被打烂的这个战损脸。它只是一个单独的车头，而且我感觉吧，反正魔方的这个尼龙的料子它是很不上相的。如果说它不是一个全涂装的版本的话，光看尼龙的这个颜色，它的这个塑料原色的话其实很一般。但是这一回的黑色版本，我觉得是要比之前的原色版来的更好看一点的，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灰色的颜色关系吧，它感觉那个尼龙的色泽就没有那么乌突突的了，很黑亮很黑亮的味道。其实擎天柱这个家伙，我觉得各种各样的版本里边黑色的都好看啊。倒是窗户这回也是涂了一个雪刺呼啦的红色，并没有弄那个透明件，这个也是让大家诟病挺久的了。橡胶的轮胎，所以滚动起来的摩擦力还行，而且360度旋转的话也并没有暴露太多的地方吧。这个也是魔方 2.0 这个柱子设计上边的一些好的地方啊，包括后边这个板子平平的，唯一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三角形的缝隙吧。不过还好吧，它毕竟有一个那样的拖挂扣子，你安上去以后也是可以遮住的。车头的造型来说，还是非常还原于动画里边的一个造型。它其实说起来，这个人形感觉和44挺像的，但是车型的话，它是为了还原动画，所以和44和 MP10还有01这些的车型都不太一样。我们之前在原色版里边对比过啊，所以车型也不做大概的赘述了。来吧，开始变形。因为毕竟 1.0 我们玩过那么多了， 2.0 之前也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啊，所以这一回呢我就不讲的那么细致了，直接开始整吧。把这两块假油箱还这个楼梯先扯开它，腿部中间这里全部的分开。我们把这块板子先拉起来，这里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尼龙的，所以不用担心折断，韧性很好。接着我们把这一块腿部整个的拉出来，拉出来的时候啊，先把外侧的这个轮子带着油箱的这一块拉过来，然后向内卷两段，一段两段，整个的窝过去。窝过去的同时呢，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缩进去，侧面这里有一个滑道，看到没有？把它缩到底，缩到底以后，这边就会凸出来一节桩子，这个桩子再卡到这个圆洞里边，相当于进行一次再加固的锁定。好，这个豆对准这里就变形到位了。接着后边这里的左右两片打开，脚丫子这里旋一下，
然后这里提上来，提上来以后，这里有多段的锁定位置，这里有许多的燕尾扣子，我们把它掐到底，卡住，把这喇叭腿的形状做出来。注意一下，这里的卡扣挺多的啊，这些燕尾扣子一定要锁到位置。接着锁完了以后，把这个腿上的小油箱旋转一下，再锁一次，一条腿差不多就变完了，喇叭裤的型儿也有了。另外的一条腿也是，把这个先拉开，双关节给处理好，腾开空间，V 字折叠提上来。其实感觉有一些地方，如果你绊到的话，没关系，直接别就行。这尼龙料子就这点好处，韧性好，所以变得不用太细致啊，差不多就能过来。如果实在过不来呢，不是太危险的地方，你别一别，问题不大的。你比如像这里，这个豆豆必须得顶到位，后脚跟前脚尖翻出来，这两片板子打开它，提上来，燕尾扣子都锁好。对准，小油箱放下来。两条腿手滑肩就变完了。接着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往下拉一个滑道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工字口，它是插在这儿的，把它拉下来，后裙甲再翻个180度放正。变形这里的时候，先开车门，上半个先把车门打开，然后肩膀后方这里有两个小卡点，把这里先拆松，然后把这块翻上来，我们把这些地方都摊平掉，接着旋转180，把这个盖子盖到顶上，这有两个卡扣插合，车顶加高了一层。哎，这个黑色的这么看就更像汽车大师了。汽车大师的车就比擎天柱那个车上面多出来一节窗户。好，编到这一步，我们开始拆侧面这里这个地方，拆开这里的缝隙，把这里侧面拆开以后，我们把这个保险杠的位置往出拉，它下边也有个滑道，我们可以把它蹬长，全部蹬长以后，腾开了这一节的空间，就可以把这一块横着打一个90度放下来。接着车窗折到门里边，门再折到这个大灯的后面，叠3层，把它团在这儿。从后面我们再看一下，两个轴啊，先折车窗，再折车门，填到这里边去。OK 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胳膊先腾出来位置，这里拆松掉，胳膊还放在擎天柱的经典位置。把这块板件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，连接着大臂的位置，把这里打开，才可以往下折90度。然后我们把小手抠出来，双段关节往下折，折下来再把这个盖板扣上，所有的卡扣密合上。先背到后边，我们调到正确的角度这里，不用管。胳膊现在是这样的，另外一边也是，蹬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的卡扣打开，打开以后往下折90度，拳头翻出来，双段关节卡到底，这块面板卡扣全插上，然后旋转一下，这面是正面。好，先变成这个样子。当你现在腾开了所有空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做一个最难的变形。哎，腾开，好，这是说拆这窗户了。窗户中间的这一节，它上下各有一个插头，我们在原色版里边也说了，所以拆这个地方特别的难拆。
我之前想到的办法就是用手捏着这两个角的边缘，给它施加一个这样旋转的力，让它从这样去往出挤，然后你再抠中间的这一根棍子，哎，这样就很方便的抠开了。接着我们把两个窗户展开，上边的这一节盖子我们现在已经抠开了，腾出来。好，不用管它。背包先展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把肚子整理出来吧。这个时候从里边先撩起来这一节三角形，撩起来以后上方有一个滑道，我们把它滑到下边去，锁住，锁定好它。接着把脑袋连同后边脖子的这个盖板从里边立起来，头往上折90度，放正。接着两个胸板旋转180度，进行一个缩胸，胸口就缩窄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先立起来啊，腾开空间，我们要把带能源宝的这一块旋转180，再从根部旋转180，一个滑道把它怼到底。胸口的能源宝仓刻画也就出来，能源宝也是可以抠下来的。这面是有涂装的，换个面儿。好，盖胸，盖胸左右，这就是说到刚才卡在那里很难拆开的左右两个小扣子啊，把它们对在一起，插紧，胸就变成了一个又缩窄又隆起来的一个三角胸，尖尖的。好了，胳膊原先在这里啊，当时我说了，你胳膊不能从这样折，这样折的角度是不对的，你要从根部这一段关节去折，它下边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也是为了活动的一个摆的幅度啊，所以折到这里是一个正确的角度。接着我们把腰部这里拉开，旋转腰侧面，这里和 MP10的感觉是一样的，然后往上提，往上提，看看后面有没有卡的地方。好，提上来以后，我们看腰部下方这里，这儿还有两个小滑道，把这里推到底，往上推。这就是一个推了的，一个没推的效果。这个如果推到底的话，会不影响你的转腰；如果推不到底的话，这里会卡住啊。所以为了可动嘛，还有就是胸部的密合紧实程度，这块一定要卡死，提上去卡到底，捏捏紧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腰部的双段关节折叠放下来。好了，最后就是折叠这一步的背包了。背包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杆子，尼龙的。我们先要折出来一个角度，把上边的这个尖儿窝下来，填到这个里边去。这回再往上套。侧面这里有两个卡槽，把这个地方钉上。啊，这边已经扣好了。那么好了，魔方擎天柱 2.0 版本的黑色款变形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就是一个重涂的换色啊，身上的模具什么的完全没有改动。两个烟囱，如果你嫌不好看的话，你可以把兜里边的这个可伸缩烟囱给它替换上。包括一些替换的方式啥的，之前咱们在原色的视频里边也有啊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烟囱变成人形，稍微往中间撇一下。这个烟囱中间这里是有一根轴的，可以来回的摆动一点点。整体来说的效果会很漂亮，给我的感觉，这就是我在那个车型的时候我就说过这句话啊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黑色版本，就说这个尼龙料的，它会比原色的那个好看特别多？不光是在镜头里边展示出来，在肉眼看起来的话，黑色款也要比原色的这个红蓝要显得高档一些。主要可能是身上这个裤衩、大腿这个地方的银漆面积比较大吧。再一个，黑色的这个尼龙件不会有这种红蓝的那种发乌的感觉，不亮。黑色其实挺反光的，挺亮的这个面儿。
包括它其实摸起来，尼龙件摸起来会有一种磨砂的感觉，但是对着光看啊，它会反光率很高。所以整体来说，这个黑色是要比红蓝色的原色版本上相一些的，而且更高级一点点吧。同时，因为黑色版是不带车厢的，所以价格也会比原色的那个更便宜一点点。那么这一款毕竟是一个宠图嘛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，只是换了一个配色，包括它的血红的眼睛，大灯上面的这个属于金属绿漆的一个点缀吧。这款魔方的天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